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用了核武器怎么办？马克龙说漏嘴，亮出了底牌，英国人则心领神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成为了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就目前的态势来看，虽然普京从未提到过会使用核武器，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俄军不会接受失败。再加上乌克兰4个州已经并入俄罗斯，这就为使用核武器创造了一定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普京真的下令使用核武器，保卫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所取得的成果，那么西方国家会如何反应？目前呢，有几种推测。一是北约下场参战，直接把那些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打残。第二，北约也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战术核武器。三是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的常规武器，比如射程超过300公里的战术导弹等等。四是只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和经济制裁层面的反击，比如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集体与俄罗斯断交，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等等。在这些措施中，又以北约是否直接下场使用核武器最为敏感。对部分西方国家来说，最正常的逻辑是不表态，也就是对俄罗斯军队使用核武器的后果采取模糊战略。但是这一潜规则在近日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给打破了。马克龙最近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法国将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法国的核原则是基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乌克兰或该地区遭到核攻击，法国的利益不会受到直接影响，因此法国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因为法国不想要一场世界大战。马克龙的表态是不是说漏嘴了呢？此举打破了近几十年通过战略模糊而衍生的威慑原则。过去是不明确说会不会进行核反击，因为让对手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现在等于直接告诉俄罗斯，你用了核武器，我也不会进行核报复。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则进一步说出了西方核大国的心里话。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将产生严重后果，使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陷入难以置信的孤立。要注意，英国的国防部长也没有说会使用核武器来反制俄罗斯在乌克兰土地上使用核武器。他们更可能采取的反击行动是在外交层面，这与马克龙的表态并不矛盾。这两个核大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对是否使用核武器实施报复的问题心领神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随后表示，北约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极为有限。目前只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将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核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但他拒绝透露北约可能做出的反应的任何细节。北约近日高调地举行了一场核威慑演习，这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可能使用核弹的一种威慑。总体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引发俄罗斯与北约核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普京不可能接受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要想避免使用核武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常规作战中打出优势。如果真到了使用核武器这一步，那么俄罗斯实际上就输了。西方将会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剥夺俄罗斯的发展机会，对所有与俄罗斯展开正常合作的国家都将遭受空前的压力。世界有可能进入一个以孤立俄罗斯为标志的新时代。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